是我膨胀了，居然敢杀大螃蟹了。喏，就是这货，传说中尊贵奢华的帝王蟹。上周末河马居然弹窗告诉我，平时动辄上千块钱。这满满当当的一整盘，让我1岁半的女儿来一小段吃播，你们就知道有多满足了。嘿嘿嘿。料理3：蟹肉焖饭。刚才拆完的蟹壳不要扔，整盘丢进烤箱，烤到满屋飘香。出炉加把干贝，水煮20分钟，得到一锅蟹味高汤。按平时做饭的水量，在泡好的米中加入蟹汤，开大火边煮边搅。咕嘟咕嘟冒大泡时，盖上锅盖，转小火煮5分钟，再关火焖15分钟。开锅，马上撕碎的蟹肉。要说有什么料理是零厨艺小白的福音，那电饭煲焖饭必须榜上有名。今天带你们解锁4款一人食焖饭，不管是作为工作日一人食的快手餐，还是被迫居家时的生存餐，都是超棒的解决方案。先来一个电饭煲版的煲仔饭，按你的饭量，淘米，加水，煮饭，煮到半熟的时候，一侧马上切片的腊肠，沿着电饭锅的边缘淋2勺油，另一侧打上1个蛋，继续焖煮，趁着空档调个简易拌饭汁。如果你家电饭煲足够小，也可以这样直接端上桌。哒哒！开锅后，料汁淋进来，可以再来点绿色蔬菜。一个人吃饭也要营养均衡嘛。腊肠的香气渗入米饭，甜津津，香喷喷，
煲仔饭的蛋，我觉得要这样全熟的才对味。如果你觉得煲仔饭还是有点麻烦，那这一锅保证简单。上班前直接预约一锅米饭，冷冻里囤的蒲烧鳗鱼放到冷藏解冻，下班回到家打开电饭煲，铺上鳗鱼，讲究的话还可以码上蛋丝儿，加点蔬菜，撒把芝麻，哒啦！鳗鱼饭真的是永远不会出错的选择。丰腴肥美的鳗鱼，舌头一抿就化，甜甜的照烧汁拌饭，满足感爆棚。吃某底捞的时候，你没想过火锅底料也能做焖饭吧？淘好的米粒，加半包某底捞番茄火锅底料，搅一搅，加入比正常煮饭少一丢丢的水，因为还要用番茄块提供丰富的汁水。开煮，这时候开一盒火锅牛肉片，加屏幕上的调料，稍微腌一腌。米饭还剩10分钟的时候，摆一圈牛肉，继续焖熟。等电饭煲叫你吃饭的时候，别着急，再磕个可生式鸡蛋，保温5分钟。哒啦！火锅牛肉烩饭一锅端，跟煲仔饭不一样，这一锅必须要溏心蛋，用嫩嫩的火锅牛肉片这么一蘸，甚至有种吃寿喜烧的口感。番茄底料和新鲜番茄的双重加持，给了这锅米饭浓郁澎湃的香气，一个人真的可以干掉一整锅。一口拉丝的芝士焗饭，电饭煲也能搞定。这种超市常见的半成品杂蔬和巴沙鱼，也可以在冷冻囤一点，以备不时之需。淘好的米里加1大勺油，1小勺盐，搅和搅和，加刻度馅加水，中间码上半成品巴沙鱼，周围撒一圈杂蔬松仁粒，可以再切点午餐肉，凑个简易版的海陆双鲜。开煮。出锅前，如果想再增加一点满足感，可以尽情的撒一把芝士碎，最后焖5分钟到奶酪融化。哒哒！海陆双鲜焗饭一锅端，巴沙鱼肉的嫩伴着午餐肉的香，与杂蔬粒的清甜，还有奶酪的浓郁，是清淡又丰盛的一锅。我真的超满足了。对了，听说电饭锅煮面也不错，下期有人想看吗？评论区告诉我。我是贝果，记得关注我。最近的气温一下就投入了秋天的怀抱。上周末去朋友家，给他做了这个秋日限定的桂花芋泥酥皮大泡芙，酥酥的泡芙脆皮，温柔的桂花奶油，梦幻的绵密芋泥，想不想来一口？这支视频还给你们贴心的总结了泡芙成功的4大要诀，不给你们翻车的机会。先来做个咖滋脆的梦幻紫酥皮，粉类、砂糖、黄油，按照1:1:1的黄金比例放进料理机，搅打均匀。兑油脂，盖被子，擀平，弄硬，酥皮准备毕。再来是泡芙本体，我为你们总结了4大要诀，还不快来个点赞收藏？水、奶、糖、盐、油一起煮沸。要诀1：迅速倒。关火，扑棱一下倒进筛好的面粉。要诀2：持续搅。拿起刮刀，持续按压搅拌，到基本看不到干粉就行啦。要诀3：小火炒。重新开中小火，不停翻炒，直到锅底呈现磨砂质感了，面团自己抱在一块儿了。离火，摊开晾凉。要诀4：倒3角。等面团不烫手的时候，蛋液分次加进来，搅。刚开始可以加的大胆点，后面呢就要悠着点，直到挑起刮刀，面糊能滑落出传说中的倒3角。如果你是新手，额外送你个4字诀：命干勿失。挤成直径6到7厘米的大小，戴上圆圆的紫帽子，送进烤箱，分2阶段烤。先200度烤20分钟，用水蒸气的力量让它咻的自我膨胀，再转180度烤15到20分钟，时间到了再焖10分钟，确保它们不要塌房。泡芙准备毕。烤泡芙的空档，我们顺便来做2种秋日限定的内馅儿。半斤芋头蒸熟，加普通的奶和浓缩的奶，再给它来点颜色，打到这种细腻丝滑的样子，梦幻芋泥馅儿就搞好了。桂花奶油的部分就更简单了，淡奶油达到刚刚出现纹路的时候，加入桂花酱，喜欢微醺版本的可以再来1勺米酒或酒酿，达到8分发，内馅准备毕。组装时间。哒哒！泡芙酥而脆，芋泥绵而密，奶油里藏着桂花香气的无限温柔啊！
张嘴，我来替你们尝一口啊。秋天的这第一支甜品是不是超满足的？同意请扣1。最后留个作业，这一期泡芙的4大要诀，请在评论区自行复习一遍。要是下次还失败，那我做给你吃。我是贝果，记得关注我。最近明显能感觉到秋天的凉意，你那里昼夜温差多少度啦？我呢，收到了九阳还未上市的新品古法豆浆机，用它做了几次热饮，简直太好喝了。今天就用它安排个1周不重样的豆浆机食谱，5款秋冬养生饮，暖胃又暖心。周一用一杯元气满满的3黑芝麻豆浆开启新的1周，屏幕上的食材全部放进豆浆机，开启古法浆。豆浆机工作的时候可以去刷牙洗漱，回来就能 get 一杯3黑芝麻豆浆，香喷喷，热乎乎，1杯下肚，超级舒服，仿佛能听见我的头发在说 Nice。 周二来一杯白白净净的玫瑰薏米豆浆，屏幕上的食材放进豆浆机，开启古法浆。我这台豆浆机是3磨3煮的，边磨边升温，让豆浆保留更多的营养物质，喝起来有手工豆浆的滋味，格外香浓。看看这白白净净的颜色，皮肤暗黄的宝宝们，这个食谱一定要收藏好哦。周三呢，来一杯香甜的南瓜花生豆浆。南瓜和花生都是秋天的时令食材，把它们一起打进豆浆，很符合古人不时不食的智慧。之前家里的长辈总会说，现在外面卖的豆浆都没有以前用手工慢慢研磨的香，但这一杯真的不一样，特别有古早味，豆子纯纯的滋味，混合南瓜的甜，花生的香，香浓细滑，更有营养，是特别养胃的一杯。周四，让我们煮个暖暖的秋桂热橙茶，加水果，加茶包，再下桂花和冰糖，倒清水，开启花茶模式，咕嘟咕嘟。秋日暖身驱寒，就煮上一杯，从头到脚都暖起来。周五，来一杯颜值超高的石榴养颜水，苹果、石榴放进豆浆机，再丢一小块陈皮，花茶模式煮起来。这是可以无限续杯的秋日快乐养生水，你的气色会和石榴水一样清透红润。这款九阳古法豆浆机真的特别实用，让简单的食材也变得格外不同，很值得入手。天气转凉，一起用一台好用的豆浆机，开启温暖又幸福的冬天吧。我是贝果。小红书。小红书。嘿，我是贝果儿。这大半年做过了微波炉、蛋糕、饼干、鸡蛋、鸡肉和月饼。时隔1月，来搞个微波炉 KFC 套餐怎么样？再也不用血书求回归的微波炉嫩牛5方，
简直比可乐鸡翅还简单的微波炉奥尔良烤翅，顺滑绵密、无敌 creamy 的微波炉鸡汁土豆泥，咬下一口，飘上云端的微波炉金沙云朵蛋挞。弹幕告诉我，你最喜欢吃 KFC 里的哪一样呀？先来搞个最简单的微波炉鸡汁土豆泥，一个土豆切块，加1/3高度的水，盖打湿的厨房纸巾，送进微波炉，高火叮10分钟，还是记得中途翻面，熟得更加均匀。如果你的微波炉有900瓦大火力，5分钟就能超快速搞定。趁热拌入一小撮盐、1小块黄油和1点牛奶，用你最顺手的方式无情碾压它。碾碎的土豆泥蒯进小碗里，整成圆圆的样子。半勺玉米淀粉，加3到4勺的水，搅一搅，微波炉600瓦叮20秒，勾芡就完成了。再加点蚝油，抹点黑胡椒，鸡汁也完成了。对，就像老婆饼里没老婆，夫妻肺片没夫妻，鸡汁土豆泥里也没有鸡。但这不妨碍它顺滑细腻、奶香浓郁、绵密 creamy 的无敌口感。店里的嫩牛五方不知啥时候再回归，那就自己用微波炉整一个。牛里脊切小条，丢进一个可以微波炉加热的碗里，加屏幕上的几样材料，拌匀，盖上保鲜膜，让它自行入味儿。腌得差不多了，就调整下保鲜膜，留个小口，送进微波炉600瓦中高火2分钟，牛肉条就搞定了。接着按照熟悉的配方准备这几样食材。以前总嫌嫩牛五方牛肉小分量少，这回自己做可以想塞多少塞多少，当然前提是你能包得起来。手艺不好的同学也可以包成这样开口的，顺便还能额外加2片芝士，或者参照他们新品偷懒做法，卷起来完事儿，这样就可以享用啦。要是你家微波炉恰好有烧烤功能的话，收口朝下放进去烤个5分钟，外皮会变得咔滋咔滋脆，咬上一口，鲜嫩酥脆，层次丰富，香气四溢，再也不用追着肯德基爷爷要嫩牛五方了。如果你凑不齐嫩牛五方的7种腌料，那就来做这个比可乐鸡翅还简单的微波炉奥尔良鸡翅。去楼下超市买一包4块钱的新奥尔良腌料，加点水调开来，把9个鸡翅洗净擦干，用牙签扎小孔，丢进去，拌匀，放冰箱入个味。腌好的鸡翅铺在盘子上，送进微波炉600瓦，正面2分钟，翻面2分钟，最后再翻回来，刷点蜂蜜提个亮，900瓦最高火30秒。哒哒！如果是普通微波炉，做到这里就可以知足了。但我的这台东芝微波炉，在 Oven 烘烤模式下，就能摇身变成一台小烤箱，可以在100到200度之间立体烘烤。刚才腌好的鸡翅铺在自带的烤盘上，我还用上期2件套的方式做了个酥脆口味，200度烤上20分钟。对比一下，风味上是没有太大区别，但口感上确实是烤制版的更加鲜嫩 juicy， 略胜一筹。有了 Oven 烘烤功能，我终于可以解锁之前没完成的微波炉蛋挞难题。不许说我作弊。1个鸡蛋，1个蛋黄，加牛奶、淡奶油、白砂糖，搅匀之后过个筛，这就是黄金比例蛋挞液。烤盘上放蛋挞皮，先铺点蛋黄酱打个底，再注入蛋挞液。Oven 烘烤模式200度烘烤20分钟。出炉后放上1颗棉花糖，用余温微微融化它。参照咸蛋黄南瓜的思路，撒了一点做微波炉月饼剩下的南瓜粉，趁热咬一口。哇，棉花糖的柔软甜蜜，蛋挞液的嫩滑细腻，
咸淡黄的绵绵颗粒交织在嘴里，这就叫做好吃到飞起。而且呢，因为这台微烤一体机的内腔是液态陶瓷涂层，只要用湿抹布轻轻一擦就能清理干净，终于不用再遭遇上一次的微波炉清理难题了。3层门体结构，防烫、隔热、防泄漏，微波变频加热，特别安静。16升小巧体积，超省空间。如果你还在微波炉和烤箱的选择题之间纠结，那不如也入一台东芝微烤一体机，一起试试贝果儿的微波炉豪华套餐吧。历经上千次的敲击，这张面片被捶打得薄如蝉翼，微微透明。历经冷与热的交替，这个面条 Q 弹嫩滑，满是鱼肉的鲜甜细腻。你没看错，这碗面条居然并非由面粉擀成，而是用这块小小的鱼肉敲制而成。嗨，我是贝果儿，你也尝过小当家里那一碗面飞面吗？说来也巧，面飞面这东西在我家乡温州100年前就有，去年挑战了杀大螃蟹，今年该轮到大鲶鱼了。体重5斤，身长半米的那种。今天我就要用它来制作家乡版面飞面3丝敲鱼。第一步，杀。观看完各位料理大佬们庖丁解鱼的手法，我开始了我的翻车表演。刮鱼鳞，剖鱼肚，掏内脏，剔鱼肉。第一次上手是不是还挺有模有样的？如果忽略掉鱼骨上残留的这一大坨鱼肉的话，好在鲶鱼刺少肉嫩，用勺子就能轻松刮一盆，总算能让本翻车区 UP 主强行挽个尊。第二步，敲。敲是温州人料理海鲜食材独有的手法。地道的温州敲鱼摊配的是特制的大理石板和小木锤，只不过快递停运的时候，美食博主家也并不是什么都有，就取一块案板，撒一层红薯淀粉，来一小团鱼肉，再铺点粉，拿出一根擀面杖，开启小和尚敲木鱼模式。你觉得翻车系数几颗星？撒粉太少，鱼肉会粘牢；撒粉过度，鱼鲜味不足；力道过重，鱼肉会破洞；力道不够，鱼肉又太厚。问题不大。再次祭出我每秒5下的疯狂手速。大概8分钟，也就是2000多下之后，鱼片终于变得微微透光，薄如蝉翼。原本松散的鱼肉与生粉合为一体，就像一张大型饺子皮。敲好的鱼片可以像这样铺在保鲜袋上，卷起来，放进冰箱不占地儿，随吃随取。第三步，煮。取一个鱼片卷，隔着保鲜袋直接切成条。入沸水，洗半分钟热水澡，捞出来再泡1克钟冷水浴。起油锅，爆姜丝，下入假装是火腿丝的培根丝，假装是鸡丝的胡萝卜丝，以及真的是香菇丝的香菇丝。翻炒到满屋飘香时，倒入1碗开水或者高汤。煮开后，下入泡过冷水澡的鲩鱼，加点盐和白胡椒。当玉白色的鲩鱼面轻轻浮起时，可以再烫一把小青菜。日常的鲩鱼汤像这样直接上桌就可以吃了。要拍照的鲩鱼汤呢，就可以先捞出鲩鱼，再做的码上3丝和青菜。
是不是有那味儿啦？直溜一根，好滑，爽滑中带着脆韧，嚼起来筋道又细嫩，好鲜。鱼肉的鲜中透着甜，滋味缭绕在舌尖。好纯，汤头清澈却风味多重，三丝香浓，一口就让人回味无穷。虽然这已经是我没能回家过的第3个年，不过打开冰箱，家乡的味道却永远少不了。除了这条大鲶鱼，我还陆续被老爸投喂了你的行李箱里也有老爸老妈塞不完的土特产吗？弹幕或评论秀一波吧。我是贝果，下回见。问：如果必须在做饭和洗碗之间做选择，你选哪一个？我选择吃。上期听说有人不想洗锅，那这期的小锅料理我就满足你，来做3款不用洗锅的锡纸叠叠堡，还是一锅到底，15分钟就好，低碳高蛋白，一锅吃到饱。开始之前，请把你最喜欢、最讨厌的食材打在公屏，说不定下期我就采纳了呢。第一款红烧风味的锡纸牛肉叠叠堡，牛肉垂直纹理切成片，加屏幕上的材料腌一会儿。这时肯定有人要说，骗我不用洗锅，竟然还要洗碗。不想洗碗好办嘛，找个保鲜袋，做个马杀鸡。这个方法还可以周末腌好，放进冷冻，工作日随吃随用，入味更浓。腌制的空档，把3种配菜全部切成条。记得吗？微波炉不洗碗的小妙招是油纸，那平底锅不洗锅的好搭档就是锡纸。2张锡纸交叠铺开，随意的沿锅边压平，就可以进入熟悉的叠叠乐环节。1楼洋葱，2楼胡萝卜，3楼土豆条，来点黑胡椒和生抽，可以再铺点 See you tomorrow， 最后铺上满满当当的牛肉。楼顶放张小一点的锡纸，再把下面的锡纸从4面8方盖过来，严严实实捏起来。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15分钟。开锅时当心蒸汽警告。用刀尖把锡纸横纵划开来，撒一把白芝麻做个点缀。身为香菜新人，再来加点灵魂。哒哒！你担心土豆没熟，瞧瞧这粉糯的程度。锡纸形成的高温密闭空间，把食材焖得透透的，每一层食材的风味都相互交融。这一道堪称是不洗锅版的快手土豆炖牛肉。第2款香辣过瘾的锡纸鸡翅叠叠堡，洗过澡的鸡翅们前后分别划2刀。我用了10个鸡翅中加3大勺生抽，1大勺蚝油调个味，再来1大勺老抽做美黑，辣椒粉拍进去，拌拌匀。也可以再丢几片生姜去腥，彩椒切圈，菌菇去根。如果你也洋葱打妹，那就换成西葫芦。如果忘记煮米饭，那就切点粗粮来替换。1楼西葫芦，2楼彩椒圈，撒1小勺盐，辣椒粉你随意，空隙铺入白玉菇，最后再用鸡翅和玉米盖个顶。我这是为了画面效果，你可以不用这么做。腌鸡翅剩下的酱汁别浪费，给玉米也加点风味。中小火10分钟，化开瞧一瞧，鸡翅的香味扑鼻而来，撒一把红绿相间的辣，哒哒！鸡翅香而嫩，玉米鲜而甜，彩椒软而糯，还有一层微辣包裹在每种食材之间，一不小心就吃出了麻辣香锅的那种过瘾。第3款鲜香嫩滑的锡纸虾仁叠叠堡，提前解冻好的虾仁，加点白胡椒和盐，可以再来点姜片，捏捏匀，去腥，取点粉丝泡个澡。日本豆腐拦腰切1刀，等它自己溜出来，小心的切块备用。
用屏幕上的材料来调个灵魂酱汁。有了这一层风味，多洗一个小碗绝对值。1楼金针菇，2楼小粉丝，3楼日本豆腐，顶楼虾仁往上铺，浇上酱汁，盖上锡纸，中小火6、7分钟，切开来，撒点葱花做点缀。哒哒！虾仁、豆腐和金针菇的搭配，其实就是最基础版的山珍加海味，简单的一焖就能激发出特别的鲜美。粉丝们吸饱了汤汁的精华，滋溜一口，啊，可太满足啦！哦，对了，做锡纸叠叠堡用煤图腾的锅比较好。如果心疼你家蝈蝈，我会把2种替换方案写在简介里，欢迎自取。我是贝果，记得关注我。